欢迎回到 Machine Learning and IoT Data Analytics 机器学习物联网资料分析这个课程。我们讲到 Sequential Data Learning 就是说我们有3种不同的问题，比如说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或者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或者 Time Series Prediction 这些不同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要面临一个跟传统一般性的这些Machine Learning 的问题有一个不同其中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是，就是说我们的 input 通常是一个 sequence 这个 sequence 它的长度可能是不固定的那相较于说我们要做 machine learning， 比如说以 supervised learning 的角度来说呢，它的这个 input 它是一个 vector， 那个 vector 可能一般都是要求是固定长度的那我们就是需要说把这个所谓不固定长度的 sequence 转换成固定长度 vector 那这就是要有一番工作这个工作怎么来做呢？我们一般说我们叫做选 feature 你今天如果说能够告诉我说给一个不知道多长的这个 sequence， 然后呢转换成某一个固定长度的 vector， 那这个 vector 里面有一大堆的这个 feature 那这些 feature 怎么来决定基本上我们有一些策略譬如说我们这边提了几个策略那第一个策略叫做 wrapper approach 意思就是说今天到底什么 feature 是有用的其实很简单，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我们就说这个 feature 有它跟没有它，然后效果如何。今天如果说有这个 feature， 然后这个模型的 performance 比较好，那我们就说这个 feature 应该是蛮重要的那做法，实务的上的做法有2种，一种就是说我从0开始比如说一个 feature 呢慢慢加进来那这时候呢我说逐渐每一次加进一个 feature， 发觉它 performance 就越来越好，那这时候我说这些 feature 是有用的那另外一种是反过来backward 这样来做，比如说我们从全部的 feature， 假设你心中有的 feature 都把它装进去，然后之后呢我随时把一个 feature 轮流把一个 feature 拿出来，或者说 randomly 的把一个 feature 把它拿出来，那拿出来发觉我的 performance 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我就我当然会想象说这些 feature 可能没有太大的用途，那我就直接把它拿掉这是叫做 wrapper approach。 所以简单说 wrapper approach 包含说 forward 的 backward 的2种方式。好，那第2种方式呢，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可以把它采用一个所谓的最佳化的一个模型如果说一个machine learning model 可以用最佳化的这个模型写下来的话呢，那我们就说我们在当中加入一些penalty 的 term， 那希望说做一个 minimization 的这个过程。那 minimization 的结果呢，可能是使得是某些 feature 如果是不重要的可能会变成说在这个 minimization 过程说它的这个coefficient 变成0，那这时候这个 feature 可能就可以被丢掉那这是第2种策略。那第3种策略呢它可能是譬如说有一个很直觉的想法，就是说我一些 measurement 譬如说 mutual information 去量测X、I 跟 Y 的关系，所以它们之间的 mutual information 如果够高，那这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应该把它纳进来那这个方法的缺点呢，就是说，它可能是每一个 feature 分别一个一个的来去看，那所以呢，它就当然就不会考虑到 feature 跟 feature 之间的interaction。 那这时候如果有些状况是一个 group of features 共同的对这个 Y 有所贡献，那在这种方法可能就不会考虑到这一点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方法当然这边列的可能是不是所有的方法最后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假想就有一个模型它模型用了哪些 feature， 那我们就说那些 feature 是重要的。比如说我是用 decision tree 或者用 Bayesian network 那用decision tree 或 Bayesian network 它用了一些 feature， 然后建出来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如果说效果不错，那我就说这些 feature 都是我要的或者说它都是相关的好，那我们讲说这些 feature 我们想说今天我的 sequence 是我的 input， 那 sequence input 要转换成这个 feature 其实有困难度就是说我说的就是我们要去转换成 fixed length 的 vector 那我们说一种比较naive的想法呢，就是把 sequence 把它砍到某一个固定的长度这种做法的话，我们叫做说考虑我要预测
time series prediction 哈，我要说预测今天的股价指数，那我拿过去1个礼拜的股价指数哈来看今天的股价指数来做预测。那这时候我呢就说，今天的股价跟过去1个礼拜的股价它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那我就说考虑今天的股价的 neighborhood， 它就是所谓的1个礼拜哈。那这个 neighborhood 一般来说就是可能要一个 fixed length 哈，那才能够到最后喂进我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哈。那这个 fixed length 的 neighborhood 呢，其实它的长度是不太容易决定的，有些时候决定的太短了，你发觉说有些重要的 information 被丢弃掉。那如果决定的太长，这个 neighborhood 太大哈，那变成说计算量上哈会有所困难性哈，就是这个 trackability 的问题哈。那无论如何决定这些 feature 哈，我们必须说就是除了我们有一些统计的方法哈，我们也是会需要考虑专家的知识来告诉我们说哪些 feature 是比较有用的，综合起来可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 vector 来做最后的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 training。那我们说 sequence 它其实会有说所谓的叫 long distance effect 那今天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text to speech 的问题，今天给一些一连串英文的句子我们要把它念出来。比如说，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字photograph 跟 photography 这2个字其实大家都看出来之后差一个 y 差这个 y 呢，结果呢它的念法、它的重音节都不太一样这时候我们说，这个 y 其实影响全局那这个 y 因为距离说这整个单字可能它的长度可能蛮长的加这个 y 的结果导致它 pronunciation 都不一样。这时候我们说可以说它有一个 long distance 的 interaction 这种long distance effect 其实蛮难处理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要考虑接下来可能我们会讲的 sliding window 如果 sliding window 它去考虑说这个所谓的 neighborhood 的长度 neighborhood 如果考虑的太短的话，我就不会注意到这个 y 影响到整个句子或者说整个字的这些念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考虑一些就是 sequential data learning 的方法那我们必须说，我们这边先 focus 在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那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说这些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的方法可不可以适用在sequence classification 跟 time series prediction 那其实这3个问题我们知道是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性。那我们来看看，假设 focus 在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那我们说有几个不同的 approach 第一个 approach 就是所谓的 vectorization methods。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跟刚刚讲的观念有一些雷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不固定长度的这个 sequence 把它转换成固定长度的 vector 那转换的结果呢就可以为一般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模型所用所以众所周知的可能比较常见的方法就是所谓的 sliding window 的方法那另外一类不是用 sliding window 的话，就是说专家可以帮我们选择一堆 feature 那选择这些 feature 当然是固定长度的，把它选出来，那之后我们建出来这个 vector， 然后为 machine learning 的模型所用那第二类的方法叫做 sequential modeling sequential modeling 这我们接下来会讲几类方法一个比较大家常见的方法就是 hidden Markov model。这个 hidden Markov model 我们会主要是 focus 在这个 data 是 categorical 的状况那它有一些其他相关的这些模型，包含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那第3类的状况呢，我们来考量说，这个 sequence 跟 sequence 之间呢，它可能可以去探讨它的一些关系探讨它的一些 similarity 或者一些 dissimilarity 那来看看说这不同 sequence 之间是不是可以同类型的 sequence 把它聚集在一起不同类型的把它放在比较远的地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去考量说这个 sequence 它之间有些什么特性这样子的话，我们来至少我们可以想象说做这个 sequence classification 其实是相对的自然。那第一个我们就讲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方法叫做 sliding window。那 sliding window 大家都或多或少的听过那我们这边举2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说做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一些比较具体的方法那我们 focus 在 POS 的问题那我们说呢今天的 input 是 Do you want fries with that 那这时候我们希望把它转换成
verb 或 pronoun 这些label 哈。那怎么来做呢？我们先想象就是说这个 sliding window 是宽度是3哈，那这时候呢我就从头依序的过 sequence 哈，那然后持续的来吃这些 input， 那每三个，然后我能够希望得到一些答案。譬如说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开始，然后 do you 应该这一开始因为从头开始嘛，我们只吃到2个word 哈，那这2个 words 然后根据跟起始跟2个 words 哈。那得到的结果说，我判断中间这个字 do 它是具有什么样的 tag， 那其实它是一个 verb 哈。那接下来就看到 do you want， 那 do you want 的时候，我来看这3个字哈，再看看我们的模型，来看看说，应该对应的这个 you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tag， 那发觉说它应该是 pronoun， 然后接下来再看到 you want fries 哈，那这时候我看到3个字。好，这3个字在对应我的模型里面有这个3个字相当的 combination， 然后说判断说这个 want 这个中间这个红色的这个字呢，它是属于 verb 哈，以此类推哈。这时候这是一种很简单的 sliding window 的方法。那这种 sliding window 的方法，它有一些特性哈，比如说基本上呢，我第一个要说明是，我们透过这个 sliding window 的方法，我们就把这个 sequential supervised learning 转换成一般性的 supervised learning 的问题哈。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以前所熟知的 machine learning 的方法来得到答案哈。但是呢，这个 sliding window 方法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说，好 sliding window 我们其实只探讨到说 xt 跟 yt 之间的关系哈，或者我们只探讨说相对应的字跟它的 tag。就是在某个时间点 t 相对应的字跟它 tag 之间的关系，好，但是呢，我们没有考量到的是说，好，比如说，连续2个 tag 之间，就是 yt 跟 yt 加1，哈，它其实可能也是有一些关系的，好，比如说，动词后面可能会接名词，或者名词后面接某些其他的词性，哈，那这个关系呢，那我们在这个 sliding window 里面是没有考量到的，哈，那当然呢，另外一个可能是。也蛮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它其实是没办法考虑到 long distance 的 interaction。long distance interaction 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考虑的这个是 sliding window of size 3， 好，只有这个3个宽度哈，意思就是说，如果超过3个宽度，它可能也有影响到我要判断的这个问题，那它就不会被我们抓到。那另外一个稍微比较进阶版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recurrent sliding window。这时候我们刻意的去考量说，yt 跟 yt 加1的关系。好，那我们怎么来做呢？哈，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第2个，就是说 do you want verb 哈 ，do you want verb 哈，这时候就是说我们前3个 do you want 好，就是我们原来的 input， 那 verb 是从我上一个问题哈得到的答案。好，那上一个问题我知道是 do， 把它转换它的 tag 变成 verb 哈，那这个 verb 变成我现在新的下一个问题的 input 之一。好，所以变成说我有3加1个 input， 那3个是原来的 verb。原来的 words。 好，那第4个就是我上一个 sliding window 判断出来的这个 tag 哈，2个合并起来哈，我先来做一个判断，我判断结果说你 you 应该是一个 pronoun 哈，那这个 you 应该是 pronoun 这个答案，它当然就是跟上一行的这个 do 它的这个 tag 是 verb， 它有一个关系在哈，这个关系直接被我们 catch 下来，所以相对来说，这个方法可能会效果会比较好一些。那这边呢，这个 recurrent sliding window 我们就已经考量的yt 跟 yt 加1之间的关系哈，那以此来做可能会效果还不错哈。那一般来说，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个例子啊，我们来说，如果今天我们做一个叫做 text to speech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比如说今天给了一连串的这些 text 哈，我们把它念出来。那这个念出来呢，怎么样来念？当然就是跟 pronunciation 有一些关系哈。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刚刚讲这 sliding window 来做哈，或者说 sliding window， 或者说 recurrent sliding window 哈。那我们这边做法根据说以 word 为单位，以字为单位哈，也可以以字母为单位哈，那效果会如何呢？哈，这边的分析结果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如果纯粹用以 sliding window 来看哈，那我们会发觉它的效果不如这个 recurrent sliding window 来得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有考虑 yt 跟 yt 加1的关系，所以它的效果会有所 improve。然后另外再看到说以 words 为单位，就是以字为单位跟以字母为单位呢，我们发觉说
以字母为单位效果会比较好，因为其实我们讲的是说，譬如说像刚刚讲这个 photograph，好，就是其实加一个 y， 它的 pronunciation 就有所改变，所以说字母的影响是蛮大的哈。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我的 sliding window 哈是从左边到右边，或者从右边到左边，那其实效果会有所不同。那以英文来说的话，是右边的字的右边，它可能会影响这个 pronunciation 比较多。好，所以从右边到左边的 sliding window 哈，不管是一般的 sliding window 或者 recurrent sliding window， 效果都会比较好。谢谢各位。